我月薪9200，可同组新人的工资却达到了32000。我没声张，继续教他工作，替他汇报。接着他便凭着我的成果拿了5万块奖金，意气风发。庄必凡，年轻人要着眼未来，不要太计较得失。我直接把辞职信推到他面前。老板，这饼你自己吃吧。第二天，部门核心项目的系统后台直接炸了。救命啊，副总！周一的例会，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满脸倦怠。我汇报完上周的开发进度，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数据都清晰准确，这是我用2个通宵换来的结果。知道了。下面让小张也说2句。小张虽然刚来，但思路很新颖，潜力巨大。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边的张伟身上。张伟，24岁，名校海归，简历金光闪闪。那份 PPT 的封面设计的确实华丽，是我熬夜写完报告后他唯一做出的贡献。他把我报告里的核心内容用各种时髦的互联网黑话重新包装了一遍，什么底层逻辑、赋能、闭环、生态化反，听得王总和其他几个领导频频点头。那份报告明明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是我写的。散会后，我去打印文件，却瞥见角落里有一张纸条。实发金额那一栏，一个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3万2，哈，你做个 PPT 都能拿3万2，而我就只有9000多。巨大的荒谬感和屈辱感淹没了我。庄必凡，快帮我看看这个白怎么回事，太难搞了。他的语气理所当然，就好像是我欠他的。那个 bug 是他昨天下午自己写错一个参数导致的，一个低级到不能再低级的错误。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也没有解释原理，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修改、保存、编译、运行，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还是你牛啊！说完，他端着自己的杯子，转身就去了茶水间。我听到他跟别的同事吹嘘的声音，隔着工位的挡板模糊不清，但那股得意劲儿却穿透了一切。一个小问题，我分分钟搞定。这些代码是我一行一行敲出来的，是整个系统的骨架。这里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母数字都是我的心血。庄必凡，你写的那些注释文档和维护手册，给我拷一份呗，我学习学习。我把 U 盘插上，把我整理了半年的心血，我自己的知识库，我为了防止自己休假时别人抓瞎而准备的一切，全都复制给了他，没有犹豫。小庄，你这也太大方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赵姐40多岁，在公司待了快10年，什么风浪都见过。没事，赵姐，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是大方，我只是在给他们递上绞死自己的绳子，是给他们递上一把枪，递上了一把已经上了膛，最终将射向他们自己的枪。走吧，开会去。季度汇报会，公司所有中高层都参加了。张伟用我给他的资料和成果，做了一份极度华丽的 PPT， 仿佛那些熬夜奋战、攻克难关的人是他自己。王总在台下听得满面红光，与旁边的领导交头接耳，脸上全是骄傲。会议结束时，王总当场宣布，因为张伟在核心项目上的杰出贡献和巨大潜力，公司决定给他发放5万元的季度奖金。第二天，张伟为了庆祝，请全部门喝奶茶，一杯杯包装精美的奶茶送到了每个人的桌上，唯独我的桌上空空如也。我知道他不是忘了，他是故意的。他把最后一杯奶茶毕恭毕敬地递给王总。小张啊，好好干，你就是我们部门的未来。我看着他们，就像在看一出与我无关的滑稽戏，心里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凉了。从那天起，我开始更加尽心尽力的工作。我悄悄整理我所有工作的文档、代码记录、交接 SOP， 每一个接口的定义，每一个模块的逻辑，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异常，我都用最详尽、最规范的语言记录下来。我甚至为我写的每一个关键脚本都配上了独立的说明文档，详细到每一个参数的意义和修改它的后果。我做的无可挑剔，完美的像一件艺术品。赵姐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担忧和不解，她私下又找了我一次。小庄，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么下去，功劳都是他的，锅都是你的。赵姐，放心吧，我的价值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但我的价格必须由我自己连本带利的拿回来。年底，公司续约季到了 ，HR 经理刘姐把我叫进了会议室，她脸上挂着职业化的、无可挑剔的笑容，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小庄啊，来公司2年了，时间过得真快。看看吧，这是公司对你的肯定。我翻开合同，目光直接落到薪资那一栏，涨幅5%。我累死累活干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一个月涨了460块钱。小庄啊，我知道年轻人嘛，肯定对薪水有期待，但是你要着眼未来。我们公司这个平台在业内是顶尖的，你在这里接触到的项目、学到的东西，远比眼前这点薪水重要的多。我知道你最近带新人很辛苦，但这也是对你的锻炼，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王总可都看在眼里呢。这句话像一个开关，瞬间点燃了我压抑已久的怒火。但我没有发作，我只是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哈，王总是看在眼里，然后把5万块的奖金发给了张伟。刘姐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她显然没料到我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会如此直接的顶撞她。小庄，这个嘛，事情不能这么看。你想啊，小张他背景好，名校毕业，能给公司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资源，这是战略层面的考量。我笑了，是那种发自肺腑的，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荒诞到极点的笑。所以，刘姐，你的意思是我的技术不值钱，他的 PPT 和他的背景值3万2一个月，外加5万块奖金。
我把话彻底挑明了，我不想再玩那些虚伪的职场游戏了。庄必凡，我希望你想清楚，现在外面的就业行情什么样，你比我清楚。做人不要太计较眼前的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人路是走不宽的，你这样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这是典型的破话术。过去我可能会因为这些话而感到焦虑、自我怀疑，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我不再跟他废话，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一份我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谢谢刘姐的教诲。可能是我格局太小了，只能看到眼前的得失，所以这份着眼未来的合同还是留给更有格局的人吧。刘姐被我的举动彻底惊呆了，她猛地站起来，语气尖锐。庄必凡，你这是什么意思？威胁公司？哦，忘了告诉你，刘姐，我已经找好下家了，薪水翻倍。这句话是假的，我根本没找下家，但我需要用这句话来斩断他们任何试图挽留或压价的念头。我要的不是加薪，我要的是离开，我要的是看这场由我亲手搭建的戏台在我离场后轰然倒塌。离职手续办得出奇的顺利，交接工作时，我把我那份完美的交接文档打印了厚厚一摞，放在了王总的桌上。王总，所有代码权限已经移交，服务器账号也都转给张伟了，这是交接文档，所有细节都在里面。王总看都没看那份文档，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知道了，知道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仿佛在说，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转。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继承了王位的傻太子，还不知道自己继承的国家即将灭国。办完所有手续，抱着我的纸箱走出公司大门时，王总还假惺惺地出来送我。小庄啊，以后常联系，祝你前程似锦。借您吉言。这是前公司的部门工作群，尽管我已经退群，但赵姐把我拉进了一个我们几个老同事的私密小群里。此刻，那个小群里，前同事们正在疯狂地转发着大群里的截图。出大事了！公司核心交易系统后台全线飘红，炸了，全炸了！所有交易模块全部挂掉，客户的下单请求全部超时，日志系统也在疯狂报错，已经刷爆了。我靠，这是什么情况？世界末日吗？紧接着是一张王总在大群里咆哮的截图，他疯狂地@所有人，每一句话都带着好几上午过去了，系统不仅没有恢复的迹象，反而因为张伟的几次胡乱操作，开始出现更严重的问题，部分关键交易数据开始错乱，后台数据库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赵姐在小群里实时转播着现场的惨状。王总在办公室里咆哮，声音整个楼层都听得见。听说已经有好几个大客户的交易失败，造成了巨额损失。公司在美股盘前的股价开始跳水了，业务部门的投诉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张伟坐在电脑前，满头大汗，脸都白了。他对着代码看来看去，估计一个字都看不懂。我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张伟那个拿着3万2月薪的天才，此刻正对着我亲手编写的迷宫一样的代码，束手无策。下午，张伟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开始疯狂暗示，甚至明示是我在离职前恶意埋雷，故意破坏公司系统。这个说法对于急于寻找替罪羊的王总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他立刻采纳了这个说法，并迅速上报给了公司的 CTO 李总和法务部。罪名很吓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恶意破坏公司重要信息系统，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法务部开始紧急研究我的劳动合同和离职协议，试图从里面找到可以起诉我的条款。整个公司的矛头瞬间都指向了我这个刚刚离职的前员工。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他们以为我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技术宅，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感叹号，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张伟，你是现在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系统为什么会崩？赶紧解决！王总，我正在看，好像是底层架构出了问题，感觉是庄必凡之前交接的时候没交接清楚。小庄交接的文档我看过一眼，细到每个参数的注释都有，不存在交接不清楚的问题。我看着那个名字，按下了挂断键，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拖进了黑名单。铃声刚停，微信提示音又响了，是 HR 刘姐。必凡在吗？有空吗？公司系统出了点紧急情况，想请你帮忙看看，薪酬待遇都好商量。手机上不断弹出的各种消息，在我眼里不过是这场大戏开幕的伴奏。这不是 bug， 也不是黑客攻击，这只是我写的一个小小的定时清理脚本。它的作用是在我的员工账号被后台注销后，自动清理掉所有以我名义创建的所有临时文件程序。这个脚本的初衷是为了保证系统的整洁和安全，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整个核心交易系统的调度中枢，那些最关键、最核心的进程，都依赖于这些被我标记为冗余的进程活着。它们就像大树的根须，深埋在土壤里，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被拔除，整棵大树就会立刻枯死。这是我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送别大礼包里的第一道开胃菜。好戏才刚刚开始。喂，是庄必凡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稳，带着一种上位者特有的客气和距离感。我是公司的 CTO 李慕白。李总，那个传说中只在公司年会时才露一面的技术大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明事情已经严重到超出王总能控制的范围。
李总你好。庄必凡，我们长话短说，公司系统现在的情况，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当面聊一聊。可以啊，李总，我很乐意聊，不过我只跟能做最终决定的人聊。另外，在聊之前，我个人建议你们技术部和法务部的同事先仔细阅读一下我提交的离职交接文档，特别是第27章第3节，标题是关于系统自动维护与缓存清理机制的说明。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我知道了。我知道他现在肯定正派人疯狂地寻找那份被王总随手扔在一边的交接文档，因为那份文档我用最专业、最严谨、最无可指摘的技术语言详细说明了，该自动清理脚本在管理员账号被系统注销后，会自动执行一次最高权限的彻底的深度清理。最关键的是，文档的附录里清清楚楚地附上了3封邮件的截图，是我在过去半年里先后3次以邮件形式正式向部门总监王总提报的记录。那3封邮件，王总一次都没有回复过，我所有的操作都在流程之内，有据可查，合理合法。我不是在破坏，我只是设计了一个过于完美的自带自毁程序的保险柜，而他们亲手杀死了那个唯一知道密码的人。现在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甩锅的罪犯，而是一个由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无解的死局。庄必凡，是我，李慕白。你的文档我们看过了，写得非常详细，非常专业。这件事是我们管理上出了重大的失误，是我没有监管到位，让你受委屈了。你看，公司现在的情况确实非常紧急，每分每秒都在产生巨大的损失。你能不能回来帮个忙？就当是帮我李慕白一个忙，条件你尽管开。李总，我现在在家里，不太方便。我的声音很轻，但拒绝的意味很明显。没关系，没关系，你在家是吧？我们过去找你，你把地址发给我，我们马上就到。我想了想，给了他楼下一家咖啡馆的地址。为首的应该就是 CTO 李总，跟在他身后的是王总和刘姐。王总的脸色铁青，而刘姐笑得比哭还难看。庄必凡，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们错了，管理层有重大的失误。我代表公司正式请求你出手，帮助我们恢复系统。我们愿意支付20万，作为这次的紧急技术顾问费用。20万是我2年多的工资啊！放在1天前，我可能会因为这个数字而心跳加速，但现在我只是慢悠悠品尝着咖啡。李总，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信任的问题。我记得离职那天，刘姐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年轻人不要太计较眼前的得失，要着眼未来。刘的脸色一下白了，尴尬的低下头，不敢与我对视。旁边的王总终于忍不住了，他猛地一拍桌子，压低声音怒斥道：“庄必凡，你不要太过分！公司培养了你2年，你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王总，你搞错了一件事，公司不是培养了我，公司是雇佣了我，我付出了我的技术和时间，公司支付了每个月9200块的薪水，我们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哦，不对，不平等。公司培养了我，然后让我给一个什么都不懂，只会做 PPT 的天才当保姆，眼睁睁看着他拿着3万2的月薪和5万块的奖金。现在天才解决不了问题了，你们又跑来找我这个被你们一脚踢开的保姆。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王总和刘姐的脸上。王总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一张脸憋得通红。CTO 李总的脸色也极为难。庄必凡，庄必凡，你消消气。王总他也是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我们承认，我们之前在人才评估和管理上犯了天大的错误。你看这样行不行？除了20万的顾问费，我们再给你开一份新的 offer， 只为你定，薪水就按张伟那个标准，我们再加20%，你看怎么样？他以为我大费周章就是为了重新回到这个烂摊子，为了更高的薪水，他还是不懂。李总，破镜难圆，想让我出手可以，但我的条件不止这些。我平静地看着眼前这3个已经方寸大乱的人，现在轮到我来开价了。庄必凡，你说。第一，我要一封公司层面的全员可见的公开道歉信，这封信的发件人是王总，发送给全体员工。信的内容必须写清楚，是你们管理层的重大疏忽，才导致核心系统出现严重故障。同时，要澄清我本人在离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规或恶意行为，所有的操作均符合公司流程和技术规范。最后，王总需要为他之前的错误决策向我个人进行书面道歉。话音刚落，王总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庄必凡，你做梦！让我给你道歉，全公司通报，不可能！的确，这对他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意味着他将在全公司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愚蠢。但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只是平静地看着李总。李总的脸色很难看，但他没有立刻拒绝，他在权衡。第2个条件呢？第2，开除张伟。我无法容忍一个窃取他人劳动成果，并在关键时刻恶意甩锅的小偷继续留在一家以技术为本的公司里。这个人必须从公司消失，立刻，马上。这个条件，李总显然没什么压力，他立刻点了点头。汽车保帅，这是管理者的基本操作。第3呢？第3，关于顾问费20万太少了，我的报价是50万，税后，而且我需要你们在半小时内把这笔钱打到我的账户上。什么？
50万，你怎么不去抢？王总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骂：庄必凡，你这是敲诈勒索！王总，别激动，这不是敲诈，这是市场价。你们的交易系统每停摆1分钟损失多少钱？李总心里应该有数，几百万还是上千万？我用我独一无二的技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你们挽回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价格贵吗？我不是在跟你们讨价还价，我是在通知你们我的价格，你们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你们可以继续让王总和他的天才张伟去研究代码，看看天亮之前他们能不能找到系统的入口，或者你们可以回去继续研究怎么起诉我，看看是你们的法务部厉害，还是我那份300多页的交接文档更严谨。我时间很宝贵，你们也一样，我给你们10分钟考虑。不能答应他，绝对不能！这开了先例以后还怎么管？是啊，李总，这太离谱了。闭嘴！你们两个还嫌捅的篓子不够大吗？现在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吗？再拖下去，整个公司都要被你们拖垮。不就是道歉吗？不就是开除1个人吗？不就是50万吗？跟公司的损失比起来，这算什么？10分钟后，李总疲惫的声音响起：庄必凡，我们答应你。当我跟着李总走进部门办公室的时候，原本嘈杂混乱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我目不斜视，跟着李总走到办公区中央。张伟的工位已经空了，只有桌面上一个收拾到一半的纸箱，证明他曾经存在过。王总站在那里，脸色灰败，再也没了往日那副嚣张的样子。各位安静一下。关于今天核心系统的故障，经过调查，是由于我们管理层在工作交接流程上存在重大疏忽，未能及时进行相关预案的演练和部署，从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在这里，我要澄清一点，这次的故障与前员工庄必凡无关，他在离职交接过程中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文档详尽，流程清晰，是我们没有重视，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4纸，双手都在微微颤抖。他不敢看我，也不敢看任何人，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张纸，用一种干涩、嘶哑、毫无感情的声音念了起来。关于核心交易系统故障事件的检讨与道歉信，本人王海涛作为部门负责人，在此次事件中存在严重的管理失职和决策错误，未能重视庄必凡同志多次提出的风险预案建议，对庄必凡同志造成的名誉损害，本人在此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他念得很快，声音越来越小，仿佛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整个办公室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见证着这戏剧性的一幕。一个平时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总监，此刻却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当着所有下属的面念着屈辱的道歉信。念完，他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拍。庄必凡，电脑已经准备好了，最高权限也给你开通了。熟悉的代码编辑器，熟悉的后台界面。只不过此刻的界面上一片猩红，无数的错误代码飞速滚动，触目惊心。我没有急着去修改，我先是花了5分钟快速浏览了一遍系统日志。张伟的每一次误操作，每一次试图修复的愚蠢尝试，都在日志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他就像一个拿着锤子和电锯的屠夫，对着病人一顿乱砍，导致病人大出血。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快的几乎出现了残影。删除错误的配置，回滚被污染的数据，重建守护进程的依赖关系，重置核心调度的信号量。OK 了。李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干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感激，有懊悔，还有深深的忌惮。我站起身，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我的工作完成了，庄必凡，我送你。我摆了摆手，不用了，李总。我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工作了2年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工位、熟悉的同事，还有那间关着门的属于王总的办公室，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是一条银行的到账短信，我看着那串0，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笔钱不是我复仇的目的，它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证明，证明我的价值，证明他们的愚蠢。师傅，去机场。小伙子，赶飞机啊！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机场，买了最早一班飞往南方的航班。你走后，公司炸了锅了。听说李总连夜开会，把王总骂得狗血淋头，他的总监位置估计是保不住了。好多技术部的同事都说你是神，最近怎么样？我很好，前所未有的好。我去沙滩看了日出，复仇的快感在这一刻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拿回了属于我的尊严。重要的是，我从那个泥潭里亲手把自己拔了出来。我删掉了手机里所有与前公司相关的人的联系方式，王总、刘姐、张伟，那些曾经让我感到窒息的名字，被我亲手清除。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